现在居然给我提离婚！如果你是想玩欲擒故纵的话，那我就……姓孟的，聋了吗？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你好嘛，这离婚可是你说的啊！不过这5年呐，你吃我们孟，喝我们孟家的，你身上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我儿子拿着真金白银给你买的。想离婚，你就给老娘我净身出户！净身出户是吧？好。哎，这好好的结婚纪念日，怎么突然就闹离婚呢？还不是因为这个舒妍不能生，结婚5年连个蛋都不下，肯定就要被孟家扫地出门了。现在立刻签字，离婚。舒妍，我才不会让你这么便宜的离开孟家。舒理哥哥，我肚子好痛哦。舒妍怎么重活了一世，你还这么狠毒！你个狼心狗肺的小贱人，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舒妍，你伤害了我们娇娇，想走出我们孟家的大门，你就必须付出代价！来呀，跟我走！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刚才不是还硬气得很，叫嚣是要跟我离婚吗？只要你能踩着这些玻璃，走出这扇大门，从此以后，我们孟家和你再无半毛钱关系。怎么，连这点决心都没有了？舒妍，如果你后悔了，就回来跟我跪下道歉，或许我还可以给你一个伺候我们全家人的机会。为何深爱笑容粗犷？为何爱我这样？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承认这也是分手？接着做。越轮回，致命的伤，男生女亲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咒语。舒妍，你要是出了孟家这个大门，你这个黄脸婆就连条狗都不如。到时候后悔了，可别哭着回来求我。后悔？从今天起，我要收回你们的一切，该后悔是你们孟家。舒妍，你真是上嘴皮贴天，下嘴皮贴地，你好大的口气啊！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孟家的靠山是大名鼎鼎的赤凤集团，抛弃了你这个累赘，我们孟家只会一飞冲天。没想到啊，这事咱们这么轻松的就把那个黄脸婆给撵出去了。这回呀，我们孟家可再也不能错过娇娇这样的好儿媳了。你还不快和娇娇一起跟大家宣布婚期呀？既然我和舒妍已经离婚了，那我就在此宣布，3天之后我会给娇娇一个世纪婚礼。还有世纪婚礼呀？我们娇娇啊，但是出身豪门的千金名媛，而且呀，这肚子里呀还怀着我们孟家的子嗣，不知道要比舒妍那个不下蛋的老母鸡强上多少倍呢？到时候世界各国的上流外宾都会参加我和娇娇的婚礼，就连赤凤集团总裁也会为我们当证婚人。Just a party game, but I won't let you down.
来结婚请帖，孟家人3拜9叩，非要请一直资助他们孟氏的赤凤集团总裁，也就是舒总您做孟思礼和柳娇娇的证婚人。舒总，反正这孟家人也不知道您就是他们的神秘资方，这证婚人的事儿，我还是给您推了吧。不，我不仅要当他们的证婚人，我还要邀请江城3大豪门世家的夫人们都来观礼。舒总，这孟家人狠心把你赶出家门，你为什么还要？因为我还有3份结婚大礼要亲手送给他孟家人。恭喜！娇娇啊，就是我们司里新娶的媳妇儿。她呀，不但漂亮贤惠，还是出身豪门的千金名媛。比起司里那个不下蛋的前妻呀，要强上100倍呢。这不嘛，还有2、3个月呀，就要生了，我呀就能抱上孙子了。江城3大豪门夫人到。江城3大豪门夫人都来参加我们孟家的寿宴了，看来我们孟家真的要发达了呀！不敢勾引我们的老公，我不让我们江城的见到你。江城3大豪门的夫人怎么来了？要是被他们认出我就是那个勾引我老公的小三，那岂不是全完了？哎呀，真没想到3位豪门夫人能赏脸来参加我们孟家的婚宴。你们能来，肯定是因为你们跟娇娇的娘家是世交吧？娇娇？对，这就是我们孟家新娶的儿媳妇儿柳娇娇。我说你们孟家娶的这个小媳妇儿，怎么看起来面熟得很呀？就是的，我也好像在哪见过她。那肯定是因为娇娇啊，经常参加一些上流豪门的聚会，你们肯定是碰过面的呀。毕竟啊，她也是出身豪门的千金名媛嘛。是的呀，这找儿媳妇嘛，当然是要找门当户对的，不像有一些三陪女，把自己包装成名媛的样子，到处勾引别人家的老公。这种下三滥的小贱人，见一个打一个。那种贱货呀，怎么能入得了我的法眼呢？我们家娇娇啊，可是货真价实的千金名媛。来，娇娇，跟3位豪门夫人打个招呼。妈，我现在感觉胃好痛啊，我要去趟卫生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娇娇。吓死我了！还好没被那3个老女人给认出来，我这陪酒女的身份差点就被发现了。哟，这不是春宵会所68号吗？我就说怎么点不到你了，原来是跑这儿结婚，找人接盘来了啊！薛总，人家上次被你们的老婆打成那样，哪还敢再来找你们呀？哎呀，别在这儿嘛，人家今天可就要结婚了。婚礼当天和新娘岂不是更刺激了？哎呀，钱总啊，好。哎呦，娇娇，你跑哪儿去了呀？那位是英伦皇室的王子，那位是阿拉伯的首富，还有那 M 国的教授，他们呐都是专程坐飞机来参加婚礼的国际贵宾呢。一会儿啊，你要好好表现，让咱们孟家呀给他们留个好印象啊！放心吧，妈，我肯定不会给咱孟家丢脸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娘柳娇娇，非常感谢。人该相不误，
Vous parlez français? क्या आप हमारे भाषा में कुछ बोल सकती हो? Damat vekilini bizim dilimizde selam verebilir mi? 我们的外国客人听不懂，请你用英、法、俄、日、韩等8国语言做新婚致辞。嗨，不就是8国语言吗？没问题。我们家儿媳妇啊，那可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千金名媛，精通18国语言呢。什么8国语言？每天培训班就只教我怎么勾引男人，根本没教过什么外语啊。这些外宾可都是看着赤凤集团的面子才参加我们的婚礼的，你得好好致辞啊，千万别丢我们孟家人的脸呀！来是靠，试试够。点头 yes， 摇头 no。不是说他会18国语言吗？这是什么三流英语？笑死了！我们家3岁小孩说的英语都比他好。调调，你不是说你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吗？那这几句英文致辞都说不利索。娇娇，得罪这些外宾就等于得罪赤凤集团，他们这次孟家就完蛋了。你赶紧8国语言给他们解释一下。Missy dances in Maria School is the Sad as a half-made face. Welcome again, everyone. 哇，他竟然能流利地说出这么多国家的语言，如此绝美又有气质又才华横溢的女人，这才是真正的千金吧？是啊，那个什么柳娇娇跟这位仙女一比，简直是狗屎都不如。这位小姐不仅美貌有气质，还精通8国语言，简直是我们男人中的梦中情人。嘿，这不是我们孟家刚刚休掉的红脸婆吗？哎，我说舒言呐，你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跑这来丢什么人呢？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是你们孟家3跪9叩非要请我来的吗？什么3跪9叩？舒言，你该不会想说你就是我请来的证婚人，那位神秘的赤凤集团总裁吧？你只不过是一个跟我结婚6年的黄脸婆，装什么总裁？8国语言你会吗？你要冒充什么总裁，无非就是想在我的婚礼上欲擒故纵。我孟司礼绝对不会和你复婚。Bu güzel kadın onun eşiymiş. 我们之所以投资孟氏，都是看见他前妻的面子上。既然他们已经离婚了，那我只能撤资了。孟家放着如此优秀的前妻不要，偏要娶那上不了台面的柳娇娇，可见都是有眼无珠之人。我也撤资。李师叔，这是我们天豪国际10亿的项目合同，希望能和您合作。我们这份合同价值100亿，希望您能跟我们合作。La vérité femme, pourriez-vous m'épouser? Thank you. Let's talk again if have a chance. 怎么回事啊？那些贵宾怎么都去围着舒言那个黄脸婆呀？她不就是一个屁都不会的家庭主妇吗？怎么可能跟外宾谈成合作呀？这怎么可能？这个疯女人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这孟家可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家里好好的白天鹅不珍惜，倒是娶那阴沟里的癞蛤蟆。就是，这选媳妇的眼光也太差了。要是我的话，肠子都悔青了。Thank you al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everyone. 各位贵宾，你们别走啊，别走！哎，娇娇啊，你赶紧的，你用外语挽留一下贵宾呐！一旦他们要撤了资，我们孟家就破产倒闭了呀！都怪这个贱人，嫉妒我抢走了司礼哥哥，所以故意来我的婚礼砸我的场子。哎，怎么回事啊？新娘还大着肚子呢，就在婚礼现场上用小雨伞。就是啊，还用空了一盒。娇娇，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你在后台10几分钟没有出现，现在出现了这个东西，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这个盒子是从舒言身上掉下来的。舒言，她就是一个干3陪的外围女，怪不得这些外宾只愿意跟你合作，看来是服务很到位啊。好你个破鞋呀，敢
感情，这些年你都是用身体给我们拉的投资，是不是？现在你到接客都接到我儿子婚礼上来了，幸亏我哥跟你离了婚，不然被你感染了疯病都不知道。你这个贱人，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明明是你搞大了小三的肚子，又贱，谁能比得过你孟思礼？你个小贱人，你竟敢打我儿子！我儿子让娇娇怀个孕，怎么了啊？要怪就怪自己没用，连个孩子你都生不出来。老太太，你最好弄清楚，到底是谁生不了孩子。好你个母夜叉，居然敢打我妈！看我怎么收拾你！来人！小贱人，你不仅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你还跑来破坏我儿子的婚礼。现在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儿子儿媳磕头道歉。没错，赤凤集团总裁马上就来，别让你这种烂货脏了他的眼。马上给我跪下，磕完头滚出去！真的假的？这前妻看着挺清纯的呀，没想到背地里就是卖肉的。赶紧给孟家磕头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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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头啊，是给我老公磕。这第二个头是给我婆婆和我小姑磕的。这第三个头是给在场所有的宾客磕的。劝你们最好放开我，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后悔？我真的后悔呀！我们孟家最后悔的事儿啊，就是没能让你早点滚蛋，早点迎娶我们娇娇。住手！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些家伙没有长眼睛，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对我们赤凤集团的总裁动手。什么？赤凤集团总裁？赤凤集团的总裁是舒言。是你？不是，三位夫人呢？找我们娇娇干什么呢？干什么？那你搞清楚好不好？你应该问问你们家娶的这个新媳妇儿，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货色？这个小骚货，不止一次的被捉奸在床，专门勾引我们老公，爬我们老公的床。呸！什么千金美女？她柳娇娇就是一个干三陪的臭婊子，是我们整个黄门派出所的公敌。天哪！孟家新娶的媳妇儿竟然是被别人搞烂的破鞋！他还贼喊捉贼，说人家原配前妻是三陪女，真是不要脸啊！娇娇，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行，我好不容易才伪造的名人身份，已经上了社会，绝不能让这几个老女人给搅黄。都是舒言挑唆他们，污蔑我，造我的黄谣。舒言，我知道你嫉妒我，学识家世都比你要好，但是你也不能把这种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啊！我和司礼哥哥那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了，就成全我们吧。舒言，你故意搞砸我的婚礼，无非就是想求我和你复婚。告诉你，不可能！我现在命令你，赶紧滚下来给娇娇道歉。原来你是嫉妒我们娶了娇娇这样的好媳妇，你故意请这些托来喝娇娇的脏水。妈，哥，这个贱人废什么话？让我上去打死他！嫉妒你们什么？嫉妒你们是一群垃圾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们口口声声视为粪土的黄脸婆，他就是赤凤集团身价1000亿的总裁。什么？这怎么可能？没错，我就是赤凤集团的总裁，不仅是你们孟家最大的资方，更是你们3跪9叩请来的证婚人。来人，上来！作为孟思礼和柳娇娇这场世纪婚礼的证婚人，我为2位新人献上由衷的祝福。渣男配鸡，如胶似漆；婊子配狗，天长地久。下面由我为新人送上的3份大礼。
份里是柳娇娇小姐16种性病的检测报告。娇娇，我说你第一个男人是我吗？现在这16种性病，我需要一个解释。什么检测报告？是假的，是伪造的，就是看着娇娇给我们孟家生了儿子。这第2份大礼是新郎梦死不孕不育的诊断证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秦狗跟我说的不孕不育的是你，怎么可能是我？当初是我太恋爱脑，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所以才说不孕不育的人是我。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我就不用在乎你的面子。小贱人，你可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我儿子不孕不育，那我儿媳妇是怎么大的肚子啊？那她又是怎么怀上的孙子？别着急嘛，这就是我为你送上的第3份大礼。孟家的人都是傻叉，给咱们的儿子当了接盘侠。柳娇娇，你这个贱人，你肚子里的野种竟然跟别的野男人生的！不死脸，还不是你自己犯贱！知道我怀孕了，马上就把你老婆给踹了，要赶着来给我当接盘侠啊！还有你死老太婆，是你自己眼瞎选错了儿媳妇，这一辈子我看你孙子！你个毒妇，我让你不得好死！妈，妈，你没事吧？妈，你快醒醒啊！贱人，你居然怀了我们老公的孩子，带下去处理干净。站住！舒言，你处心积虑地搞砸我的婚礼，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跟我复婚吗？好，我同意了。现在你跟我回孟家，别再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了。欲擒故纵，跟你复合？姓孟的，你还真是3斤面包个包子，好大的面皮！舒言，给脸不要脸，离了我孟司礼，你就是个没人要的二婚。姓孟的，与其担心我有没有人要，不如好好想想我撤资之后孟家破产的事儿。站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孟家会因为你一个花脸婆而破产。对了，上辈子就在今年，我被金圈豪门富家看中，成为富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金圈富家那可是轻轻一跺脚就能让地球抖3抖的顶级豪门，10个赤凤集团都不敢欺负的所在。这辈子这富家少夫人的位置，肯定还是我孟小曼。破产，我孟小曼很快就会嫁入豪门富家，成为金圈太子爷傅成的富太太，而我们孟家也会因为这次联姻步步青云直上。而你，舒言，这辈子你只会跟上辈子一样，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底下。孟小曼，可惜你根本不知道，上辈子是谁帮你下命题。好啊，那我们拭目以待，这辈子看你还能不能嫁入豪门富家。VIP 病房傅老夫人病危了，快跟我去抢救！你们都是我从世界各国请来的顶尖医学专家，为什么连我奶奶的病都治不好？副总，老夫人她不仅是癌症晚期，而且各脏器器官已经严重衰竭，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除非那位名扬海外的赤凤神医能来，才能让他起死回生，创造医学奇迹。5分钟，马上找到赤凤神医。是副总。可是副总，赤凤神医已经退出国际医学界，消失了整整5年，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奶奶，奶奶，副总，人死不能复生，还请你节哀顺变。人还没死，干什么歹毒？这里不需要打扫，出去。你一个臭保洁的，还愣着干什么？冲撞了傅老夫人的遗体，就是给你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给我把他拖出去！傅老夫人还没死，我能救。你说什么？你一个臭保洁的，竟然招摇撞骗到傅家头上了啊！傅老夫人已经是癌症晚期，不仅昏迷了半年，就连心跳都停了5分钟。你竟然口出狂言，说你能救！傅老夫人根本不是癌症晚期，她只是中毒导致的昏迷，只要将毒素逼出，自然病除。你这群庸医，还不快放开我！这不是死活女！你傅老夫人只剩最后一口气，再耽误5秒钟，她必死无疑。放开他，让他试试。奶奶真的死了？玄天赤凤起死回生，难道你就是？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凤神医。我是傅氏集团的董事长傅晨，久仰大名。姑娘，你的救命之恩，我们傅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对了，姑娘，你单身吗？姑娘，你的救命之恩，我们傅家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对了，姑娘，你是单身吗？奶奶，你要是单身的话，我想把我的大孙子介绍给你。对不起啊，奶奶，我已经结婚了。啊？哎，对了，奶奶，我婆家的妹妹孟小曼还是单身，不如我们2家联个姻。到时候我把小曼介绍给傅晨先生，这样我们也算是一家人。好。我孟小曼很快就会嫁入豪门傅家，成为金圈太子爷傅晨的傅太太，而我们孟家也会因为这次联姻步步青云直上。而你，舒言，这辈子也只会跟上辈子一样。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底下。上一世是我把嫁入豪门的机会白白让给了孟小曼，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她如愿。奶奶，我单身。奶奶，我单身。真的？哎呦，那太好了！你看我大孙子，帅气多金，温柔体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哦，对了，还有8大块腹肌。你赶快把衣服脱了，让姑娘看一看。奶奶，你别闹。这种事情是得先征求人家女孩子同意才可以啊。谢谢啊。你还在生理期，还是不要太劳累了。
孟先生，还是第一次有人记得我的生理期。孟思礼这个混蛋，放着你这么好的妻子不知道珍惜，竟然跑去外面找小三。吩咐下去，立马撤回对孟氏项目的投资。是。傅先生，这是我们夫妻俩自己的事，你不必为我出头。你还是专心准备好和小曼的婚礼。 다시 지워가겠죠 아득해지겠죠 우리 서로 잊어가겠죠 上一世，父亲一直默默地爱着我，而我却眼冒心瞎，一心扑在孟思礼那个渣男身上。这一世，我一定要紧紧握住自己的幸福。傅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我当然愿意嫁给他。太好了！来，那你们俩现在赶快去领结婚证吧。哎，我听说傅老太太今天要在她80大寿的寿宴上宣布谁才是她选定的孙媳妇呢？是吗？啊！我说司礼妈，你确定这傅家少夫人就是你们家小曼？上一世啊，傅老夫人就是在今天宣布了我是傅家孙媳妇的身份，这一世肯定不会出错。小曼，这次寿宴太重要了，你要把婚礼上柳娇娇丢的脸全部给我找回来。当然了，傅老夫人不但要宣布我们小曼的身份，而且这栋别墅也是傅老夫人为我们小曼量身打造的。没错，而且这栋别墅的大门密码是我孟小曼的出生年月日。哎呀，这孟家那和傅家联姻，那可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是啊，以后我们这些亲戚可都全靠小曼关照了。对呀，小曼，哎，趁着寿宴还没开始，带着我们大家伙到别墅里面去看看，让我们也长长见识啊！孟小姐，这栋别墅是傅老夫人为您量身打造的，门禁密码就是您的生日1012。没事，刚才可能是我手滑了，说错了。小曼，你刚刚不是说这别墅密码是你的生日吗？怎么说了这么多次还打不开呀？司礼妈，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你们家小曼到底是不是傅家少夫人呢？可能这上面要不是我孟小曼的生日，还能是谁的生日？是我的生日。这不是孟家休掉的那个强儿媳吗？啊，他刚才说什么？说大门密码是他的生日，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舒言，怎么又是你？怎么为了和我复婚，追我都追到傅家了？当初自己嘴硬要离婚，现在还不是乖乖来求我？舒言，你个没人要的破鞋！你是知道我们孟家要跟傅家联姻了吧？现在好来求我们，想要重新回到傅家吧？门都没有！舒言，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就是傅家选中的孙媳妇儿？你不过就是一个被我们孟家丢出去的二手货。要妄想加入傅家，你就算现在站在这个台阶上，都会嫌你脏。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不要脸，说出这种烫嘴的话。说，你个小贱人，你到我小曼家里来，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当然是回我自己家了。舒雅，说明碰你还船上了，这可是豪门富士，其实我谁能打？密码正确。哎，司礼妈，这傅家的门禁密码怎么是你前儿媳的生日？难道她才是傅家的少夫人？不可能！傅家的少夫人怎么会是你脏不溜丢的破鞋呀？对了，肯定是你！门禁密码换成了你自己的生日。舒妍，你别装了，我知道你也是重生来的，所以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上一世我是傅晨的妻子，这一世少夫人也只能是我，所以你现在可滚开我的别墅！的确，上一世你确实是傅家的少夫人，不过这一世你不是。贱人，你在胡说什么？舒妍，你给我站住！你刚才放什么狗屁？傅家的少夫人不是我，那是你这个被人踩到的空闲吗？这是傅老夫人给少夫人精心准备的5金一钻，请少夫人试戴。看到了吧？我一进门，这傅老夫人给我把5金一钻都准备好了。就是她，我们小曼呢，就是傅家的少夫人，一个离了婚的黄脸婆。我儿子当我稀罕你了，你拿什么跟我们小曼争啊？还跑着装上首富夫人。哎呦天哪！这么多黄金首饰，至少价值1000万吧？你们孟家这回真是攀上高枝了，跻身一流世家了。哇，这工艺好像是国际顶级大师的作品，光这手工费都值价成2套房了吧？哇，小妈，你快戴上，让我们好好欣赏欣赏。哎呀，哥。舒妍，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嫁入傅家豪门，所以你故意想来捣乱。但是没办法，这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孟小曼啊，就是有这个福气，而你就算是再重生一世，也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垃圾。哎，小曼，我记得你不是属蛇吗？怎么这生肖吊坠上是龙啊？龙？这5金不是给傅少夫人量身打造的吗？怎么会搞错了小曼的生肖啊？属龙？我好像记得你这个前嫂子是属龙的。这不光门禁密码是她的，连这生肖也对上了。这傅家少夫人，该不会真是她吧？龙不跟蛇斗，人不跟狗斗。孟小曼，你区区一个地头蛇，难道还妄想用一条项链来冒充真龙吗？什么龙不龙的？蛇跟龙本来就长得很像，这上面分明就是一条蛇。就是啊，傅老夫人怎么会把孙媳妇的生肖弄错呢？一定是你们几个老眼昏花看错了而已。来来来，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了。这些款式啊，可都是我们小曼喜欢的。傅老夫人呢，可真是有心了。孟小姐，傅老夫人知道你有凝血功能障碍，打不了耳洞，所以给您选的耳饰都是耳夹款的，你可以放心佩戴。这上面怎么只有耳钩和耳钉款？是不是刚才女佣拿错了？小曼，怎么给你量身定造的这些耳饰都是需要打耳洞才能戴的？我记得你从来不打耳洞啊！哎，你们看这些款式，
倒是和舒言耳朵上戴的差不多。小曼，这傅老夫人准备的五金，我怎么觉得不像是给你准备的，倒像是给你这个钱嫂子量身打造的。你胡说什么呢？如果不是给我准备的，还能是给谁准备的？孟小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没有耳洞。谁说我们小曼没有耳洞啊？我小曼早就知道傅老夫人呐要送给她金耳钉，所以昨天刚刚打的耳洞。哦，既然如此，那不妨让小曼戴上，给大家伙看看呗。是啊，小曼，既然你有耳洞，就把这耳钉戴上，给我们大家欣赏欣赏啊！啊，就是戴上，你戴上肯定好看。对呀，戴上啊！妈，你可是知道我们有耳洞，你怎么还让我戴呀？你们有耳洞也得戴，你先忍一忍，不要让咱们家这些亲戚朋友看笑话。来啊！你们看，我就说这些首饰是傅老夫人为我量身定做的吧？就是，我们家媳妇，你可是货真价实的傅少夫人，不像某些没人要的二手货，非舔着个脸来冒充豪门夫人。妈，别给这个贱人费。傅老夫人送的五金还没有穿戴完，小曼，快打开给大家看看。金宝亮，这回一定不能再出错了。这枚价值1个亿的天使之心钻戒是傅老夫人找人按照孟小姐的无名之手为量身打造的。区区项链耳饰和前世不同，那又怎样？只要这枚结婚钻戒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傅少夫人的身份就绝对不会出错。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价值1个亿的婚戒呀，那可是全球只此一枚呀！这可是傅老夫人呐，专门给我们小娜定制的。哎呦，这钻戒也太漂亮了吧！小曼，你赶快戴上，让二姑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快戴上，我也要发！哎呀！上一世，我手上的这枚婚戒是夫臣亲手为我戴上的，而这一世，我还是他的妻子，不会改变。乍一看，这枚戒指是没有变，不过之前那个用的是银戒托，我不喜欢，所以我跟设计师说了，把戒托换成铂金。什么？铂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孟小曼应该对铂金重度过敏。上辈子我每天都戴着这枚戒指，怎么可能过敏？这个贱人肯定又是在唬我。什么铂金？什么过敏？这枚戒指是傅家亲自送给我的，肯定不会出问题。你这个贱人，事到如今还在这里胡说八道！我敢打赌，不出5秒钟，你的手就会布满红疹。好你个狗血！你还敢诅咒我们小曼啊？看我不打死你！哎呦天哪，小曼，你的手真的过敏了！这不是傅老夫人为你量身打造的戒指吗？哎，你这才戴了5秒，怎么就导致过敏了？这不是过敏，这是我刚才不小心搓红的。3、2、1。小曼，小曼，哎呀！这傅老夫人送的五金，这小曼怎么一样都戴不了啊？今天就要官宣傅少夫人，这到底是不是她？你们都给我闭嘴！傅少夫人不是我们家小曼，难不成是这个没人要的二手货？这到底什么情况？这跟我上辈子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对戒指会过敏？为什么我戴不了我的婚戒？孟小曼，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一辈子，傅家的少夫人不是你，而是
我？不可能！傅家的少夫人是我孟小曼，绝不会是其他人。还有傅家送来的这些礼金，不可能是这些破玩意儿。对了，舒言，不会是你提前调包了吧？你故意用这些破烂玩意儿来羞辱我？没错，是你搞的鬼。您看，副总平时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来拍婚纱照，所以这个婚纱照是傅老夫人找人帮你们已经 P 好了，您看看还满意吗？对了，结婚照。各位，这块红布下遮盖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傅晨的婚纱照。舒言，我估计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傅老夫人居然帮我们把婚纱照都准备好了吧？你这个小贱蹄子，以为调换几样五金就能冒充傅少夫人的身份了？等妹妹公开了身份，我就好好收拾你这个贱人。妈，哥，他刚才害得我那么惨，咱们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舒言，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如果这块红布下是我和我老公傅晨的结婚照，那你就给我滚出去，脱光了衣服游街。没错，脱光了游街。好啊，那如果这块红布下不是你和傅晨的婚纱照，你们孟家人又该如何？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去吃屎。没错，吃屎，吃屎就吃屎。好，我赌。好，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这个世，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傅少夫人。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照片的新娘子真的是舒言啊！没想到离开了孟家，竟然攀上了傅家这个高枝儿。哎呀，这闹来闹去，孟家的前儿媳妇才是傅家的少夫人。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舒言，这个照片上怎么可能会是你？你这个贱人，你到底做了什么？这是老夫人的狗刚拉的，3位请慢用。傅家的少夫人，你们串通家人羞辱我们！我找好死你！这个舒言，她竟然怀孕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就是傅家的子嗣吧？你这个贱人，刚好离完婚就迫不及待去找别的男人。你这个贱人！就说这一世怎么一切都变了？本来我才是傅家选中的少夫人，而你却偷偷爬上他的床，还怀了他的孩子！不要脸的烂货啊！你勾引男人，勾引到我女婿的头上了！我今天打死你这个小丧！这个舒言不仅爬床当小三儿，勾引的还是小姑子老公，这也太不要脸了，真恶心！我说这豪门富家怎么能看上他这么个二婚头子？原来是靠卖身上位啊！妈，你闹够了没有？到现在还没看清楚吗？上辈子是傅家少夫人的身份是我让给你，这辈子只是物归原主罢了。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这个不要脸的烂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了肚子这个野种就是想藏走我的位置，是不是？好，那我今天就弄死你肚子里这个野种，看你还怎么跟我抢！来，这个小贱人，拉着！你放开我！孟小曼，你想干什么？要是敢动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一根汗毛，我会放过你们的！住手！谁敢动我傅家的少夫人？亲着呀，奶奶，老公，老婆，你没事吧？
什么？老婆？不是，亲家，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傅家选的少夫人，不是我们孟小曼吗？闭嘴！谁给你是亲家呀？你们孟家这种不入流的家族，怎配与我傅家联姻？奶奶，老公，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你们父亲娶的媳妇不是我孟小曼吧？那些聘礼、婚纱照都是送给我的吗？哪里来的风语？说的什么胡话？谁是你老公？舒言才是我的妻子，算什么东西？上一世结婚后，傅山从来都没有碰过我。他不是对女人没有欲望吗？为什么会跟素颜这个贱人生孩子？造孽呀！咱们呀，全被孟家这群骗子给骗了。孟家不仅瞎了眼，选错了儿媳妇，现在还骗我们说傅总是他们的女婿，真是太不要脸了！走走走走，真是丢人死了！不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会变成这样？上辈子你之所以能嫁给傅晨，都是因为傅奶奶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所以才同意和你们孟家联姻。可惜啊，这辈子嫁入傅家的机会不让给你。我们傅总说了，取消与孟氏集团的一切合作，以后不许你们踏入江城半步，还不快滚！妈，怪舒言这个贱人，害得我失去了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害得我们孟氏破了产。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该弄死他。现在我们孟家什么都没有，这该怎么活呀？对了，现在是12月份，上一世也就是12月底，全球知名的 S 金融集团正在招聘亚太地区的总经理。当时我可是以笔试第1名的成绩直接入职，年薪直接1000万。对呀，你说妈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啊？上一世你笔试第1成功入职，这一世你也一定能拿到同样的成绩。是啊，妈，只要我哥成为 S 集团的总经理，那我们孟家不还是可以飞黄腾达吗？等我荣升了亚太集团的总经理，别说舒言那个破媳，就算是整个傅家，我孟司礼放在眼里。喜欢吗？还缺什么？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买。不用了，孩子的衣服和玩具都要买满一屋子了。这鸡汤我炖了3个小时，快尝尝。喂，副总，尹浩夫人创办的 S 金融集团马上就要举办亚太地区总经理的招聘会了，笔试题我已经发给您了，您看是否可行？题我都看了，还不够有深度，重新给我出一份。可是副总，我们找的出题人已经是华尔街的顶尖金融人才，实在找不到更优秀的出题人了。少废话，继续找。上一世，我为了帮孟司礼成为亚太总经理，才答应傅晨为这场比试出题。不过这一世，我只为替傅晨费用。老公，要不我来吧？老婆，以你的才华和能力，当然没问题了。只是你现在怀着孕，我不想让太劳神。哎呀，出个题而已，小菜一碟。怀个孕而已，你什么都不让我干，我都无聊的快发霉了。好吧，那我辛苦老婆了啊。站住！舒言，怎么又是你？你来这儿干嘛？
你该不会说你是来参加 S 集团的笔试吧？也算是的。你一个当了5年的保姆和社会脱离的家庭主妇，也就只能拿身体勾引小妹的老公，还妄想当什么亚太地区的总经理，这你配？等着吧，等我梦死你得到了笔试的第1名，当上亚太地区的总经理，我一定狠狠地把你踩成烂泥。好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欢迎大家参加 S 集团亚太地区总经理笔试的选拔大赛。下面由我为大家发放考题。这场考试和上一试一模一样，这一试我一定能拿到笔试满分，总经理的职位非我莫属。全是英文题，上一试题目明明都是中文的。上一试所有的考题都是我在参考书上做过的题目，这一试怎么全换题了？不对，错了，一定是卷子发错了。考官，这些题全都是错的，肯定是你拿错了试卷。什么？错的？不可能啊！这些试卷呢，是我们公司1级机密，是我刚从密封袋里拆出来的，绝对不可能出错。不对，这试卷原本是中文版，现在却换成了英文，而且题目也错了。什么情况？他怎么知道试题不对？难道他提前看过？这 S 集团不是对外宣称绝对公开公正吗？难不成还有人能走后门？大家听我说，这是英语问题，大家都别做了。这位先生，你在胡闹些什么？我们公司的试题没有任何问题，您再扰乱考场秩序，我就将你赶出去了。算什么东西？敢赶我出去？我可是你们 S 集团未来的亚太总经理。你们的主考官呢？你们的出题人呢？谁要见我？舒总，就是这个人，他不但扰乱考场秩序，还说我们的考题是错的。舒言，怎么是你？我要找的是你们 S 集团的执行总裁，是这次招聘的出题人。孟思礼，你以为你是谁啊？想见谁就能见的吗？舒言，我是谁？你这个贱人不会不知道吧？上一世我孟思礼可是以笔试第1名的成绩成为亚太总经理，这一时亚太总经理的职位也非我莫属啊。孟思礼，这第1名的成绩可不是随口说说就算的。你要是真有本事，考给我看。我当然要参加考试，但我不会做这些错题。你这个贱人不去考试，跑在这凑什么热闹？快给我滚出去！谁给你的狗胆敢这么跟舒总说话？他就是 S 集团执行总裁，也是我们本场招聘会的主考官和出题人。你说什么？这个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婆，他怎么可能是？那你不如仔细想想，上辈子怎么夺得了第1名，又是怎么成为亚太地区总经理的？喂，收到了。咱们一同创办的 S 集团想要招聘亚太地区总经理，出题人给了我几份考题，我都不是很满意，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出题，你有时间吗？没问题，我有时间。你给谁打电话呢？饭好了没？快点啊！未了，马上就好了。只要司理看了这些重点题，
就能成功入职亚太总经理。不是你有病啊！你个家里主，你乱画什么？我就是看到有些题很重要，所以就随便划了划。行了行了，拖你的地，屁眼！那你有空多看几眼。太好了，这些考试题竟然全都是我做过的。原来你真的是……我们司里笔试肯定能拿第1，亚太总经理的职位非他莫属。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放开我！干什么？司里可是亚太地区的总经理，你们竟敢这么对他？那是上辈子的事儿。这辈子，他不是我。孟司理严重扰乱考场秩序，并对我们出题人舒总出言不逊。现在他已经被全行业封杀，永不录用。什么出题不出题的啊？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搞的鬼！没错，他就是一个洗衣做饭的保姆，怎么可能是 S 集团的出题人啊？舒总不仅是本场考试的出题人，更是我们 S 集团执行总裁。你们要是再敢对他不敬，我就要叫保安了。网友朋友们，就是这个叫舒妍的女人，她不仅给我儿子戴绿帽子，还爬床勾引我的女婿，现在靠卖身当上了什么执行总裁，故意毁坏我儿子的事业。没错，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骚货，怎么配当 S 集团的执行总裁呀？舒妍，你不过在我孟家当了5年的保姆，除了洗衣做饭还会干什么？现在说自己是 S 集团的总裁，我说金融你懂吗？你说出去谁信啊？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舒妍就是个拿不上台面的二手货。你们 S 集团的人给我听好了，赶紧把总经理的职位还给我儿子。那我请问，孟司理，你又有什么资格坐上 S 集团总裁的位置？舒妍，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嚣张吗？有本事咱们比一比。好，比就比，但既然比了，那不妨提前定好，赢了如何？输了又如何？我赢了，你就当众脱光，在 S 集团裸奔；要是我输了，我就不做男人，现在就把自己阉了。说吧，比什么？上次我成为亚太总经理之后，买了3家公司的股票，结果当天就飞涨，赚了10个亿。这一次股市的发展，肯定也和前世一样。既然是金融公司，那我们就赌炒股吧，如何？孟司理，你也重生了又如何？这一世，我一定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好啊，没问题。 3只股票，10个亿的全仓，这一回功夫就涨了几千万。眼光这么精准，看来这个孟司理还真是金融界的人才啊！舒妍，你半天不买，该不会是文盲，看不懂股市的界面吧？6、3，那就从上往下数，第63手票。 舒总，你疯了吗？您现在在和孟司理打赌，而且还是全球直播，想要赢过他，您不得好好选选，怎么能通过这头子决定呢？而且这第63只股票公司只是一家小小医疗器械厂，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20万全仓。这个女人居然用掷骰子的方式选择股票，根本就不懂股市。她到底是怎么空降到咱们 S 集团来当执行总裁的呀？ 把公司交到这样的女人手里，还不通通破产倒闭呀？
你们看看，我说的没错吧？这个女人就是靠身体上位的三陪女，一点金融知识都不懂，就应该曝光延长。就是，你们就等着看我哥是怎么吊打这个废物黄脸婆的。由此可见，孟先生才是 S 集团需要的金融界人才。亚太集团的总经理应该是他才对。没错，反倒是这个女人，不仅对金融股市一概不通，还害我们公司差点损失孟先生这样的金融人才，真的是罪大至极啊！舒言，看来总经理的位置非我莫属，现在开始履行你的赌约，换衣服吧。别急啊，穆斯里，游戏还没结束。你刚刚买的3只股票已经停摆，想妄想翻身，脱衣服。喂，马上收回帝豪、云鼎和飞驰3大集团的核心医疗技术，全部交给诚心医疗器械审计组。舒言，他们叫你声舒总，你还装逼装上瘾了？你以为那3家公司的医疗核心技术是你开发的？你说给就给啊！就是，现在网络可都直播出去，你现在就是个人人喊打的小三儿烂货，继续装逼呀，你会死得更惨。舒言，你现在履行赌约，脱衣服裸奔还来得及，不然等我当上亚太总经理，我会让你死得更难看。涨了，涨了！天哪！舒总只是打了个电话，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孟斯里买的3只股票全部跌停，而舒总买的这只股票一路暴涨。这个舒总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这不可能！我买的这3只股票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你个贱人，你个贱人搞的鬼！孟斯里，你还不明白吗？上辈子这3只股票就是这样涨上来的。你什么意思？要不是上辈子你买了这3家公司的股票，我又怎么会把核心技术交给这3家公司来操？可惜啊，这辈子你不会得逞。我孟家全完了，那可是10个亿啊！这是我们孟家全部的资产呢！现在就这么打水漂了吗？来人！现在你输了，该履行你的赌约了。淹了他！不要！不要！哥，干扰我的儿啊！不要！妈！妈！妈！醒醒！妈！醒醒！妈！你终于醒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患者已经是胃癌晚期，最后这段时间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胃癌晚期。一定是这个医院想坑我，想讹我们孟家的钱。就是，我妈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的，肯定是你们这些无良医生搞错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其他医院再检查一下。真是不可理喻的一家人。我肚子疼死了！妈，医生，哎呀，我妈都疼成这样，赶快安排手术。我们不是不想给患者安排手术，但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各个脏器，再加上患者年纪又大，治愈率极低，除非你们愿意请传说中的赤凤神医出手，只有他才能起死回生。好，我们请，花多少钱我们都请。好，那我们马上联系赤凤神医，你们会去交手术费。喂，神医，我们医院刚收了一位叫李桂芬的患者，是胃癌晚期，只有您才能救他一命。不知您现在有没有时间？李桂芬，那不是我前婆婆吗？算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他们孟家人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我现在就过去。好的。这赤凤神医怎么还不来？
你这个贱人，居然还有脸过来！上一世我妈身体好好的，怎么重活一世居然得了癌症？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害的！你这个丧门星，你不仅抢走了我的未婚夫，还毁了我哥的事业，现在你还要克死我吗？舒言，你现在过来，无非想看我孟家丢人，可惜了，赤凤神医马上跟我妈来治病，你这个人的奸计休想得逞！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捣乱，想耽误我们迎接赤凤神医，你还不快滚！我就是医院特地请来给你妈做手术的赤凤神医，还给我让开！疼死我了！赤凤神医，他怎么还不来呀？我求求你，我做手术吧！赤凤神医电话里说一会儿就到，这怎么还没来呀？你们先做术前手术，我亲自去门口迎接。舒言，就你还什么赤凤神医，拿个这种不知名的药品，又想陷害我妈！孟司礼，我警告你，这瓶特效药全球仅此一瓶，少了它，你妈必死无疑。舒言，你到现在还在演戏，你害得我孟家还不够惨吗？这一世，你休想再伤害我妈！我让你害我妈，我让你害我妈！舒言，这次你的主意算得好，没打好。你再不走，就让你肚子里的野种去见阎王！自作孽不可，或许这就是你们孟家命中注定的报应。赤凤神医，请留步！院长，赤凤神医到底什么时候来？赤凤神医，您终于到了，患者已在手术室等着您了。舒言，你说舒言是赤凤神医？他如果是赤凤神医，那谁是药啊？你们两个蠢货干了什么？这是要害死亲妈！既然你们非要断了李桂芬的活路，那我也无力回天。都耽误了半个小时了，再耽误10分钟，你们的母亲必死无疑。舒言，求求你，救救我母亲！舒言，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母亲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和我哥的错，你千万不要见死不救啊！你们可以出院了。虽然赤凤神医及时给你做了手术，但是因为你儿子摔了特效药，所以综合来看，他的寿命也只有1年了。你们说，我前世好好的，怎么这一重生就得了胃癌了呢？一定是有人想暗中害我。舒言，是不是你这个小贱人暗中里做了什么手脚，才害得我得了胃癌？舒言，这也是因为你的干预，才变得天翻地覆。我妈的癌症跟你脱不了关系。就是，我妈上辈子身体健康的很，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这辈子肯定是你下毒害了我妈。李桂芬，上辈子其实你的身体里本来就有病灶，随时有癌变的风险。但你上辈子之所以能身体健康，都是因为我暗中为你调制特效药，加入你的饮食里面，才能避免肠胃的风险。可惜啊，这辈子把我赶出了孟家，当然不会再有人为你调制特效药。你的病情加重，都是你咎由自取。那既然是这样，那你还不赶紧跟我们司礼复婚呢？回我们孟家来照顾我呀！就是，儿媳妇照顾婆婆，这是你应该尽的任务。舒言，之前就算我错了，毕竟你也跟别的男人上过床，别想在我面前得寸进尺。咱俩各退一步，只要你能回心转意，我可以让你继续回孟家，做孟家的儿媳。你们这一家子人，真是无可救药。老婆啊，我来接你回家了。好，我们回家。舒言，少玩欲擒故纵，给脸不要脸，
快给我滚回来！水源，